么办？身体不停迟缓，我那么乖，他却很嚣张。好疯狂，突然就说喜欢，我的害羞统统被他甩光光，吓得我腿软，不敢往下想。再这样下去，精神就要紊乱，太肆无忌惮，不顾虑言传，内心的另一个我让我更勇敢。我的身体住着一个捣蛋鬼，每天不累，勇敢追求爱情万万岁。其实他很干脆，想方设法保护我软肋。哦哦哦，我的身体住着一只捣蛋鬼，每天不睡，一门心思为我追呀追。到底什么作祟，让我享受甜蜜滋味？我的身体住着一个捣蛋鬼，每天不累，勇敢追求爱情万万岁。其实他很干脆，想方设法保护我软肋。哦哦哦，我的身体住着一只捣蛋鬼，每天不睡，一门心思为我追呀追。到底什么作祟，让我享受甜蜜滋味？这是什么造型？笑什么笑？不是，老大，你这衣服怎么湿了呀？我明白了，湿身斗女奸细。好了好了，大伙儿陪你喝酒去。走吧，老大，喝酒去。小姐稍坐，先把药吃了。郡主，赵小娘来访，说是白天排练时突然坏了嗓子，想请您给瞧瞧。这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来。小姐，你先把药吃了，先休息，我去把他们打发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那个玲珑绝对是他藩王老子派来的奸细，我看着，总有一天我必须抓他个现行。抓他！必须得抓！你们是谁啊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说的狼王能量是什么，求求你们放了我吧！奇怪，怎么又是不良？我就是个不受宠的妾室。怎么又做这样的梦了？我没出去过，这次只是梦。郡主，昨晚
可有黄鼠狼作乱？没有啊。你忙吧。是。小姐，你醒了。昨晚可有什么事发生？没有啊，我昨晚一直睡在外屋，什么情况都没有。这么多红泥，看来昨晚他还是出去闹事了。大人，这些胶泥都是前几日修补仓库留下的，还没来得及运走。死者昨天晚上闹嗓子疼，大半夜的找玲珑求医，可没见上，结果回去的路上就发生了意外，具体细节跟之前死的黄小姐一模一样。又是见玲珑。这昨晚我们哥俩听见这院子里有动静，就过来看看，这没想到什么呀？就打起来了。是啊，直到巡卫听见了动静，才把我们拉开，这才发现了那具尸体。你俩为什么打架？我们哥俩平时感情挺好的，逢年过节还喝个小酒什么的。我问你们俩昨晚为什么要打架？我们也不知道啊。对啊，反正就打起来了。哎，你还敢戏弄小人？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看见没？我说啥？但这只是2个脚印而已，又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。哼！哎呦，你们3位要是不说的话，我以为你们刚过这个数20嘛。这小伙子真会说话呀！20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听说对面那个院子有古怪？可不是嘛，听说闹黄鼠狼，把院子里的鸡都给偷走了。那屋顶上的瓦片都给蹬掉了，碎了一地，死乎着呢。我还听人说，半夜的时候有东西上房，说是长着狼的爪子。哎呦，那树上那么深那么大，那爪印可吓人了。哎呦，爪印那可真够吓人的。是啊，后来那家小姐啊，忽然就生病了。你想想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那说不定呢，就是让那黄鼠狼给密住了。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啊？就是啊，怎么发生这太吓人了。3位美女就继续洗吧，告辞。这小伙子，他这院子里也有狼族的人，巧了。我发现呢，你确实挺擅长跟中年妇女打交道。你滚蛋，一点忙你都帮不上。查案又不是我的事，见不着，那咱就想个法子见他一面。这是家父的亲笔手书，特邀郡主以顾问的身份帮我们查一起连环命案。严公爷之命，本不该推辞，可是玲珑见识有限，从无办案经验，实在是帮不上忙。谦虚，郡主太谦虚了。郡主，你冰雪聪明啊，又跟赵小娘、黄小姐他们一块儿排戏，
这案子你必须得出面呐。我早就不跟他们一块拍戏了。是吗？那为什么呀？二公子，你不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知道。哦，对，你说他们那帮勋贵小姐吧，都给宠坏了，哪像郡主啊，对吧？温婉如玉，才情高洁，跟他们聊不到一块去，正常。郡主，我跟你说，退出来那是对的。你现在帮我查案，避免了很多的口舌之争，你知道吗？承蒙二公子抬举，只是玲珑大病未愈，身虚体弱，实在是不方便出门。好办，太好办了，抬上来。郡主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代步的工具，劳神费力的事儿，其他人做啊。郡主，你看在与我严家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，不会拒绝我吧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玲珑想不去也不行啊。好嘞，郡主请。哎，这位小景姑娘，此案还没有结，你必须得避避嫌，好吧？你们在这守着。是。怎么，二公子这是想监视我的宅子？哎呦，不敢！你帮我查案，我帮你守宅子，对吧？这叫礼尚往来。二公子真是有心啊！行。啊！不是说去查案吗？为什么不去现场，反倒来街上闲逛？有可能凶手正躲在人群当中，窥探我们探案的过程。这么大的阵仗，就算真有凶手，也早被吓跑了吧？那不一定啊，他连续杀害2名官眷，一点痕迹都没留。哎，他肯定有幕后主使，对吧？假如你是凶手，你跟幕后主使失去了联系，就算有点风险，你也会来探寻吧？这么说，你怀疑我是幕后主使？哎，我就给你打个比方而已。不过郡主，你这从小在南楚宫殿长大，这么多的艺术高手，没学个1、2招？艺术高手何其珍贵！若你是我父王，你会让他们守卫冷宫吗？通常来说是不会，但是如果有一个冷宫的庶女，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聪明伶俐，还特别有野心，我估计会为她破个例。原来在二公子心中，玲珑竟如此出众。何止如此！哎呦，跟你经历的种种，真是让我一见倾心，一见难忘啊！二公子说笑了。我没说笑啊，我可是实打实在夸你。我很好奇，有多少人受到你这种称赞？他们都让你当凶手抓起来了吗？哎，还真就只有你一个。荣幸之至。童哥，你看，我在玲珑房间发现他。这满是红泥，你先收着，回头给老大看。好。哎，来了。各位，饭已经做好了，快去吃吧。啊？做了饭？这你们查案归查案，饭总是要吃的吧？饭就在厨房，吃不吃随便你们。吃点。走。走。你别说，小锦这丫头做饭还真挺好吃的。金芳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说话舌头都没捋直。我没多，娘们都喝不醉的酒，我怎么会多？
公子，你快想想办法吧！这严二公子明显来者不善，小姐这回怕是危险了。你先别着急，二哥这一次既然打着查案的幌子，说明他并没有真凭实据。你先回去吧。可是，放心，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。是。老大，哟，郡主怎么不走了？走不动了，看这案子也不着急，想必吃顿饭歇歇脚，再查也不迟。你们几个是怎么安排的？不知道郡主带病之缺啊？真是。哟，青红楼到了，我正好摆了一桌上好的酒席，郡主赏脸喝一杯呗。走吧。那不是颜青吗？怎么跟那个女人在一起啊？哟，小姐，听说严二公子查案，特意找了南楚郡主来帮忙的。切，那个矫揉造作的女人能帮他什么忙？走，过去看看。请吧，郡主。快帮我挡住他！谁啊？有柔啊！我只负责你的安全，不掺和你和女人那些破事儿。你把他挡住，就是对我最大的保护，你知道吗？去，赶紧去呀！起开！不让。你敢拦我是吧？啊！是颜青让我拦你的，我没办法呀。要不然你把我打趴下，这样你就可以去找他了。拿剑来。是。基础不错，就是花招式多了一点。将军府那些教头都是哄着你玩的，你这程度在家里面玩玩还可以，出来啊是要吃亏的。大胆，竟敢对小姐无礼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打不过就仗势欺人啊！来吧，你把我抓起来吧，反正颜青会把我弄出来的，走个过场。都退下！小姐，退下！走。我技不如人，今日我认栽，但是我记住，总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打败你，一雪今日之耻。随时恭候。走。小姐，人不抓了。老大，发现一只沾满红泥的血，那个叫小锦的丫头好像离开过，不知道跟什么人接触过。你这么兜圈子，你不累呀？啊？咱们现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那个女史小锦已经给别人报信儿了，不久的将来你同伙就动手。那就是还没有了，等你真正查出来什么再来找我。站住！这是啥？我老爹亲笔的委任状，案子一日不破，你一日走不了。别以为你想那些小聪明能逃过去啊！你想知道什么？问吧。黄小姐和赵小娘出事之前，是不是找过你？是。找你干嘛呀？赵小娘是来找我看病，不过我身体不舒服，就没接待她。至于黄小姐，她来找我，确实有不可告人的隐情，不过我不能在这里说。为什么？想知道就带我去见苏小姐。我没见到她之前呢，一个字儿都不会说。我家小姐在书房核对账目，过会儿才能出来，请二位稍后。
郡主，辛苦一天了，受得了吗你？我说受不了，二公子会放我回去吗？哼哼，不会。玲珑明白，二公子有此一问，纯是出于客套。你我既已相看两生厌，此刻又没有旁人在场，大可以把那些繁文缛节放下，给彼此一个清静，岂不是更好？郡主，言之有理啊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我刚才不是说了，让你清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明明说不行，我绝不能允许！啊！出事了！二公子，您这是？这什么地方？书房啊，我家小姐就在那里核对账目。坏了！别过来！住手！你们没事吧？只是皮外伤，并无大碍。你怎么出来？老大，哎，你们一直守这儿呢？啊，对啊，你不是吩咐过让我们守在周围的吗？哎，没见过黑衣人出来，就你一个人出来啊？没有啊，真是活见鬼了啊！人抓到了吗？跑了。他伤势怎么样？伤口很深，但没有伤到筋骨，休养一段时间便无大碍了。苏小姐，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刚才我在算账，然后那个黑衣人突然进来了，我就……小姐受了惊吓，还是由我来说吧。有几笔账，小姐不太清楚，叫我过去询问。我一进书房，便见到黑衣人要将小姐抓走，我上前阻止，却被黑衣人所伤。若非二公子和郡主及时赶到，恐怕不堪设想。黑衣人有没有长狼爪？我的确是被抓伤的，但是究竟是利爪还是什么别的武器，我没看清楚。这么说，他的伤口应该就是狼爪印了。你之前为什么不说？玲珑是大夫，不是仵作，对伤口形状确实不太在行。郡主一个姑娘家，哪经历过这种事情？她能强撑着给小人疗伤，已经很令人钦佩了。哎，行了，你之前说黄小姐对你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，人家苏小姐现在在这儿，说吧。黄小姐想从我这里购买一种药粉，要让人喉咙肿痛，难以发声，却不能验出毒性。只要你能办到，钱不是问题。不知姐姐买这种药作何用途？我也不怕告诉你，苏家那丫头处处跟我作对，我要把她换下来，自己去演麻姑。你卖给他了？皇家位高权重，玲珑不敢拒绝。可是我并未觉得身体有何不妥呀。前几日我差人送了一罐南楚新茶给苏姐姐，那里面加了解药。确实有这回事。小姐饮过茶之后赞不绝口，还命小人备了一份回礼给郡主送过去。两头都赚钱，谁也不得罪啊！你可真厉害你。二公子怪我，我也无话可说。那日黄小姐就是因为药粉无效，才跑来找我兴师问罪。我推说药效因人而异，让她多试几次，好不容易才把她打发走。没想到，却害了她。你别胡说，这件事儿怪谁也不该怪到你身上。小姐房里的小桃，素来喜欢偷吃点心。前几日她闹着喉咙痛，只当是上火了。难道说
竟是被黄小姐下药的缘故。应该是这样。坏了，我见赵小姐爱吃我府上的点心，特意给她包了一些回去。难怪她说嗓子不舒服，大半夜的跑来找我。郡主，赵小娘来访，说是白天排练时突然坏了嗓子，想请您给瞧瞧。这样一来，事情都说得通了。我明白了，合着你让我把你带这儿来，就为了借他们之口，澄清一切都是机缘巧合，是吧？二公子对玲珑成见已深，你不信我也很正常。只不过玲珑不忍二公子被迷思所困，错失真相，无奈只有出此下策。那我谢谢你啊。担不起这个谢字。只不过事情已经澄清，二公子是否可以放我回去了？不行。为什么？赵小娘、黄小姐，还有今天遇害的这位苏小姐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都参演过麻姑献寿。啊，那照这么说，幽柔妹妹和陆航手岂不也很危险？那何止啊！这位玲珑郡主啊，更危险了。毕竟以前也是戏班里的一员嘛，对吧？这样，苏小姐，我想呢，借你这个别院一用，把大家集中起来住一块儿，集中保护一下，好吧？这个好说，我这房屋人手都是现成的。哎，我只要房屋，把你的人全给我撤出去啊！我从严府调一些仆役啊、侍卫啊过来，把这儿管理一下，好吧？这么多人啊，这叫我一时如何安置啊？小姐，今天黑衣人失了手，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如今什么都没有您的安全重要，这点小事就交给小人去办，定不会让小姐失望。那也只好这样了。嗯。什么？不让带仆从？这什么无理规矩啊！你把严青给我叫出来。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请放心，二公子准备了仆从和女使。你少废话！我让你把严青给我叫出来。小姐，让开！哎，严二哥，你在哪儿？我有事要找你。你去，严二哥，你去，帮我等一等，帮我等一等。严二哥，又是你！是啊，又是我。严青呢？严青让我告诉你，他不在。你，姑娘，要不然咱们还是老规矩吧，只要你把我打趴下，你怎么样折磨严青，我都管不着。谁折磨他了？我就想问问他，凭什么不让带葡萄？那就别带了呗。那我住这儿了，谁保护我呀？你吗？可以啊。听见没？听见没？姑娘如果不说话的话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请问姑娘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别让我逮着你。好，我记住了。气死我了！还是他有办法。这个，你们都回去了。不是，小姐，老爷吩咐让你们回去，听不懂吗？是。还不快走！走。你，帮我去搬行李。说的就是你啊！快去帮帮他！还不快点！哎，老大，为什么把仆役和护卫都换成我们的人啊？他们又不领情，咱这不是费力不讨好吗？来，过来。我问你啊，袭击苏小姐那个黑衣人为什么不见了？那是你追丢了呀！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像我一样有点脑子？那个黑衣人一看就是苏宅别院的，要么护卫，要么仆役，知道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他们就算把黑袍子一脱，从我们面前走过去，我们也认不出他。你说你这脑子，那往官员家里拍内奸也太离谱了吧！
那个香料真的不错，是吗？这更离谱的还在后边呢。哎，给我盯紧了这个玲珑啊！你还怀疑他？你看看他，明明知道狼爪印，那装的一脸无辜的样子。我跟你说，不管他是不是凶手，他跟狼族绝对脱不了干系。属下多方尝试，仍无法与小姐取得联系。看来他是很难再配合我们行动了。幸好他还没有暴露，不然会有大麻烦。属下办事不力，留下纰漏为言情所成，自请受罚。是他突然失控才会闹出乱子，错不在你。不过目标人物已经所剩不多，干脆一起解决掉吧。是。怎么烟熏火燎的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怎么在冒烟啊？我怎么觉得有点头晕啊？不！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跑出来干嘛呀你？你中了迷烟，我的清神丸可以暂时压制。你怕我下毒？谁知道你有没有提前吃解药？你在迷烟里根本撑不了多久。我要真想害你啊，袖手旁观就是了。我破得了迷烟，却无力自保。我们只有互相信任，才能度过此劫。那如果我就是不信任你呢？那我们今天就都得死。我没骗你吧？现在下结论还太早。你干嘛？哎，喂！你放我下来！不想死就别乱叫。你放我下来！没事吧？又是一颗。又来人了！玄宇，你去找优柔。好，童哥，你去找苏小姐。金凤，你找陆皇上。把他们都找齐之后，我们在花厅会合。剩下的，跟我收拾残局，去花厅布防，好吧？好，走。至于你，放我下来！别动！你放我下来！你怎么这么沉呢？快放我下来！哎，你看，
求救而已，很快就好了。我是大夫，我比你懂，不用你管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快说，严二哥，你说。轩宇，喂，童哥和苏小姐进了没？没见到。该不会是……老大！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路上遇到2个黑衣人想劫持，好不容易才干掉了。他受了点惊吓，赶紧让玲珑看看吧。玲珑，赶紧给他看看。慢点，慢点，去那坐一下。严二哥，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？啊？老大，老大，不好了！我各个地方都找遍了，都没有找到陆行手。你说什么？我来，我能找到。喂，悠柔，你不追？我干嘛追啊？你不，那就一起追。那边，好。悠柔，悠柔，悠柔，他被打晕了，被打晕了却没带走他。难道他们的目标不是悠柔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先把他带回去再说吧。好。没有大碍，我给他施几针，回头再煎一副汤药喝下去，很快就能醒过来。行，那这就交给你了。金风，你跟我去陆行手的房间看一看。轩宇、童哥，你们多带几个兄弟，在这院里好好找一找，必须把那个陆行手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哎，等等，你们有去书房看过吗？书房？对，书房。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是这样的，我刚刚明明把书房的灯火给熄了，可是刚刚经过书房的时候，好像看到有灯火闪了一下。啊？那我怎么没注意到啊？有的，一定有的。走，去书房看一看。你留下。好。你快说，不说的话会受到更多的皮肉之苦。我不知道。果然是你。陆行手，这个药丸有安神的作用，你服下会舒服些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慢点。你怎么样？好多了吧？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拷问你？那个领头的说，他手里拿了一个铁盒。他说，如果我能让圣石发光，就饶我不死。铁盒，圣石。
在等你太忙，含笑说愿与君共白首。看着夜空上西楼，你在左右，等一生一世承诺。